自称是从2060年来的时间旅行者，在2019年的时候透露了大量未来40年的信息，其中的很多信息是超越目前人类世界观的。下面是他在豆瓣上的部分留言。请问您最想对我们2019年的人类说些什么话呢？另外请问未来的父母、妻子、子女这种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否还存在？现在学习各种外语是否还有用？以后电视、电影这种造梦行业还存在吗？希望2019年的人能记得，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，下半年进入动荡会是人类未来的常态。父母、夫妻、子女的关系在动荡中显得弱不禁风。许多伦理的东西会因为灾难、饥饿、战争而变得没有意义。语言障碍会在2035年之后完全清除。魔法有被科学证实或证伪了吗？其他超自然现象，如鬼魂，那个年代还看电影吗？那个年代的超级英雄有什么样的超能力？不会发现外星人，但会发现从前没有发现的生命特征，从地下海洋之下出现。在战争之前，比起电影，我们更喜欢交互游戏。在战争之后，我们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。2050年以后，这些都不算什么奥秘的事。如果挑一部2019年之前上映的科幻电影，构想画面、整体情况最像你现在那个年代的，会是哪一部？几乎没有。你所在的年代，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年代，让人觉得这个社会是在上扬发展，还是下行后退？你们时代有哪些对未来可以预见性的判断？好问题。我们是人类历史以来空前注重发展内在文明的时代，因为很多东西在战争之后如同序幕被揭开，对于真实宇宙的研究其实达到鼎盛，人类因为苦难而转向真实意义，就我个人认为是进步。未来我们会进入另一个全新的阶段，最终达到一种万有归一的阶段。2048年是你回答里提到最多的年份，近几年有战争吗？2048年之前不会有全球性战争，但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。你所在的时代，一是否可以穿越到更遥远的年代，比如封建社会，甚至秦唐？二，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有哪些？社会信用是否来自中心化？因为有了时间旅行的存在，是否已经无需很多证据？三，除了目前的科学，还有哪些新兴科学？学校的教育是否有新的形式？高考还存在吗？一，数据信息太少的朝代不适合旅行，因为没有交流的机制。二，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数字货币窃取与诈骗。社会信用并没有在全球范围里中心化，有些国家和地区反而是去中心了。三，基础编程在30年代会纳入初中、高中的基础教育，高考继续存在，但从2038年起不再是选拔手段。人们那个时候可以活多久呢？有没有一种让人开心的药？那时候的人们是不是很孤独？人在精神深处有一个更深的官能，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联合的。这个是人类第2次进步，但发生在战争之后。区块链在哪方面普及和应用呢？以后的货币体系是基于比特币那样的体系吗？最广泛应用区块链的是一些邪恶国家，全球大国仍然尽量避免货币体系去中心化。中国的房价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下行通道？确切的年代我不记得了，在我记忆里没有很清晰，所以应该是在20年代早期。看您提到战争疾病多次，这些邪恶国家指的是后面发生战争的国家吗？这次战争的规模有多大？是否使用大型核武器？带来破坏后的最大技术进步是在什么领域？感谢回复。全球性战争中心在3大洲交界处，比个别使用核武器更为恐怖。战争之后没有技术上的进步，但有精神上的进化，否则我不会出现在这里。你是 male 还是 female 呢？在2060年，我是男性，进入时间旅行的时候不再有性别。人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吗？在哪个地区生活的人会比较快乐？
如果单单是物质层面的幸福，30年代以前人们是幸福的；如果是精神层面的幸福，50年代开始，人类进入另一个阶段。旅行者，你们也需要睡眠吗？阳光即将离去的地方是我旅行开始的地方，月亮照射的地方是我停留的地方。我的旅行并不限于这里。你还有选择其他沟通软件吗？哪些行业会消失？哪些行业会一直延续？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，工业发展如何？今年下半年会发生多少影响深远的大事？主要在几月？除了这里，我没有选择其他沟通机制，有个人原因，但这是我的隐私。机器人会发生暴动吗？在我所处的年代，并未发生机器人主动攻击人类的现象，但 Lost 组织一直坚持危机的存在。好想知道2030年后，我们还能自由到其他国家旅行吗？出国留学会受影响吗？拜托回我。2030年以后可以，但2048年以后，旅行和留学将没有意义。2060年什么稀缺？按照现在的物质衡量，2060年所有物质都是稀缺的。那时候网络的墙还存在吗？ WiFi 卫星全球普及后，墙就不存在了。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就没有墙了。那么到你那个时代，还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教育孩子吗？还有学校的存在吗？存在。那我们现在做些什么预防，或者注意些什么，积累些什么，能帮助我们到以后的本身？需要在广阔的内陆找到合适居住的地方，因为极端气候会导致许多城市无法生存的情况。还有100多个问题，我会在下周更新，非常感谢。